안녕하세요. 김상순입니다. 지난 10월 24일 알리바바의 창업자인 마인 회장은 상하이에서 열린 와이탄 금융 서밋 기조연설에서 중국 공산당과 중국의 금융에 대한 정책, 금융당국의 보수적인 관리 체제를 강력히 비판했습니다. 이 자리에는 왕치산 중국 국가부주석, 리강 인민은행장, 그리고 중국의 고위직 금융 당국자들이 대거 참석했고, 특히 왕치산 국가부주석이 먼저 연설을 마친 뒤에 마윈이 왕치산의 발언에 대해서 비판을 했기 때문에 문제가 커졌습니다. 예정되어 있던 엔트그룹의 상장이 마윈의 정부 비판으로 전격적으로 연기되었습니다. 마윈의 발언 이후 중국 공산당의 관변 언론과 관변 학자들이 이구동성으로 마윈이 금융에 대해 알지도 못하면서 정부를 비판했다면서 마윈의 발언을 비판하고 있습니다. 결국 11월 3일 마윈과 엔트그룹의 경영진은 중국 정부의 4대 금융관리기관에 의해서 소환되었고 질책을 당했습니다. 중앙은행인 인민은행, 중국 증권감독관리위원회, 은행관리감독위원회, 외환관리국 이렇게 네 군데의 금융관리기관에서 엔트그룹을 실질적으로 통제하고 있는 마윈과 징시엔동 회장 그리고 후샤오밍 총재 등을 불러서 금융관리감독과 관련된 내용에 대해서 질타를 하고 엔트그룹에게 개선해야 할 점을 요구했다고 합니다. 이번 사건의 발단은 10월 24일 마윈이 상하이 와이탄 금융 서밋 기조연설에서 중국 정부와 중국 공산당을 비판했기 때문인데요. 마윈의 당시 연설 내용을 자막으로 번역을 했습니다. 마윈이 도대체 뭐라고 했을까요? 영상을 함께 보시겠습니다. 他说他来今天的外滩金融峰会就是要来扔一个炸弹，有请马老师。没人炸弹，哪敢扔炸弹？尊敬的全员主席、各位领导、各位金融界的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大会的邀请，很高兴有这么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学习、交流和探讨。2013年也是在上海，我来到了上海陆家嘴金融峰会，发表了一通关于互联网金融的，那时称之为异想天开的一些观点。7年过去了，今天呢，我自己作为一个非官方的非专业人士，又来到了上海的外滩金融论坛，希望有一些观点供大家思考。其实今天要不要来讲，坦白来说，我很纠结。但是我想我们这一批人，或者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东西，那就是责无旁贷，是要为未来思考，为未来思考的责任。因为这个世界虽然留给我们发展的机会很多，但是关键性的机会也就这1-2次，现在就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所以我想来这儿讲一讲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和一些看法，这是我们自己16年来实践经验总结出来，加上有幸担任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联合主席和联合国 SDG 的倡导者。我跟全世界的很多的学者、专家和实践者经过了探讨、研究，我想我已经算是退休了。在这个官方、非官方的论坛上面，想畅所欲言一下，分享一些非专业人士的专业看法。所幸呢，我发现现在绝大部分专业人士已经不讲专业了。有3个观点仅供大家参考，可能不成熟，讲的不对，贻笑大方，但是也就大家枯竭一听，觉得没道理，忘了就算。第一个观点，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些思维上的惯性，比如总觉得为了要跟国际接轨，必须要做欧美发达国家有而我们没有的所谓空白，要填补国内空白，把填补国内空白当作追求的目标。我一直认为，在今天的形势下，
填补空白这句话是有问题的。不是因为欧美的就是先进的，就是我们去填补的。其实我们今天不应该刻意的或者一味的去追求和哪个东西接轨，适应哪个国家的标准，填补哪一个空白。今天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和未来接轨，如何适应未来的标准，怎么样去弥补未来的空白。我们要想明白未来是如何的，以及自己到底要做什么，然后再去看看别人怎么做。如果永远重复别人的语言，讨论别人设定的主题，我们不但会迷失现在，更会错失未来。二战以后，世界需要恢复经济的繁荣。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来以后，对全球经济的推动是巨大的。后来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以后，巴塞尔协议讲的风险控制越来越受到重视，到后来变成了一个风险控制的操作标准。现在的趋势是越来越像全世界只讲风险控制，不讲发展，很少去想年轻人的机会，发展中国家的机会在哪里。这其实也诞生了今天世界的很多问题的根源。我们今天看到的巴塞尔协议本身也让欧洲的整体创新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比如在数字金融方面。巴塞尔协议比较像一个老年人俱乐部，它要解决的是运转了几十年的金融体系老化的问题。欧洲那些老化的体系系统极其复杂，但是中国的问题我认为正好相反，中国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因为中国金融基本上没有系统，而是中国是缺乏金融系统缺乏金融系统的风险。中国的金融和其他刚成长起来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在金融业我们是青春少年，还没有成熟的生态系统，没有完全的流动起来。大银行，中国有很多大银行，更像是大江大河和血液的动脉。但是我们今天更需要湖泊，需要水塘，需要小溪小河，需要各种各样的沼泽地。缺少了这些生态系统，我们才会涝的时候涝死，旱的时候旱死。所以今天我们国家是缺乏健康金融系统的风险，我们需要的是建设金融的健康系统，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病。就像老年痴呆症和小儿麻痹症看起来都一样，但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病。如果小孩子吃了老年痴呆的病，不光会得老年的病，而且还会出现很多莫名其妙的病。这个巴塞尔协议就是考虑系统老化过度复杂的老年人的病，而我们要思考的是跟老年人学什么。要知道，老年人和年轻人关心的问题都不一样。年轻人的城市关心的是有没有学校，老年人关心的是有没有医院。所以今天世界的变化是非常神奇，非常快速。我也很自豪地跟大家宣布，昨天晚上就在上海，我们就决定了蚂蚁金服的上市的定价。这么大一次全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上市，在纽约城以外定价，这是第一次，在5年前甚至3年前我们想都不敢想，但是奇迹就这么在发生。第二个观点，创新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这代人必须有所担当。习近平主席讲过，功成不必在我。我理解这句话的是一种责任，讲的是为未来、为明天、为下一代去担当。今天世界的很多问题，包括中国，都只能用创新去解决。但是真正的创新，一定是没有人带路的，一定是需要有人担当的。因为创新一定会犯错误，问题不是怎么样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以后能不能完善修正，坚持创新。做没有风险的创新，
就是扼杀创新。这世界上没有风险的创新，很多时候把风险控制为零，这才是最大的风险。当年的赤壁之战，我认为曹操要把所有的船连起来，这就是中国全世界最早的航母思想。但是，一把火烧了以后，1000年来，中国人连想都不敢去想。一旦想到那把火，谁还把船做大？谁还在有这样的系统性思考？所以，7、8年以前，我提过互联网金融这个概念，也在上海。而且我们一直强调，互联网金融必须有3个核心的要素：第一，必须拥有丰富的数据；第二，必须基于丰富大数据下面的风控技术；第三，必须拥有基于大数据的信用体系。用这3个标准来衡量，我们会看到 P2P 根本不是互联网金融。但是今天不能因为 P2P 把整个互联网技术对金融的创新给否定了。其实我们想一想，中国怎么可能在几年以内出现了几千家互联网金融公司？我们是不是应该检查一下是什么原因诞生了几千家互联网金融所谓的 P2P 公司？今天我们的监管确实很难，全球的监管都很难。创新主要来自于市场，创新来自于基层，创新来自于年轻人，对监管的挑战越来越大。其实监和管是两回事情，监是看着你发展，关注你发展，管是有问题的时候或预判有问题的才去管。但是我们现在管的能力越来越强，监的能力明显不足。好的创新不怕监管，但是怕昨天的方式去监管。我们不能用管理火车站的方法去管理飞机场，不能用昨天的办法来管未来。监和管不一样，政策和文件也不一样。今天这个不许，那个不许，那都叫文件。政策是机制建设，是激励发展。今天全世界，特别是中国，需要很多的政策专家，而不是文件专家。制定政策是一门技术活，其实解决系统性复杂的问题，我自己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淘宝是怎么做的。17年以前，我们没有技术，没有数据，也对未来的判断不准确，我们制定了这个不许那个不许的很多的规则。但是今天我们能够技术解决了，今天我们有能力解决这系统性问题，但是监管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也像监管一样，总是喜欢出各种各样的新的文件，不允许这样，不允许那样。后来我想了个办法，叫加1减3。你要加1条规则，必须减掉前面3条规则，这样我们的文件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如果说你不减，那你的规章制度越来越厚，是逼迫每个人去犯法，每个人去犯错，大家自己都糊涂起来。理论和系统也是不一样的，专家和学者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国家把很多学者和专家经常混为一谈。专家是干出来的，他干得很厉害，但不一定会总结。很多学者自己不具体干，但是他却是能够从别人实干的经验中总结出理论。我认为只有专家和学者结合起来，才能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去创新解决今天和明天的问题。我想我们需要来自于实践的理论，不是来自于办公室理论的实践。P2P 很多就是来自于办公室理论的实践。我想更应该认为，今天我们要正确理解 P2P 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教训。我们不是要去否定互联网技术，更不要重复办公室理论的实践。我觉得还有一个现象，全球很多监管部门监管到后面，自己变成了没有风险，自己的部门是没有风险，但是整个经济有风险，整个社会变成了有风险。
未来的比赛是创新的比赛，不是监管技能的比赛。现在世界各国一个比一个狠，发展都是空的，但是不许这样干，都是刀刀见血。我的理解，习主席说的提升执政能力，是指在监管有序的下面保持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监管了就没有发展。监管其实不难，难的是监管的目的是为了可持续的健康的发展，监管就是为了发展健康发展。第三个观点，金融的本质是信用管理，我们必须改掉今天金融的当铺思想，要依靠信用体系的发展。今天的银行延续的还是当铺思想，抵押和担保就是当铺，这在当年是很先进的。没有抵押、担保这些创新，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金融机构。中国经济40年来的发展也不可能发展到现在。但是靠资产和抵押的机制会走向极端。我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主席，也是浙商总会的会长。我这几年跟很多企业家交流，中国的金融的当铺思想对非常之严重，也影响了很多企业家的。有些企业家要把资产全抵押了出去，压力非常大，压力大以后动作就变形。还有这一些人肆无忌惮的贷款，不断加杠杆，负债搞得越来越大。大家都知道，借1000万，借10万块钱你怕银行，1000万是你和银行都有点慌，借10个亿，银行怕你。还有一个习惯，银行喜欢给好企业、不需要钱的企业贷款，拼命的贷款，结果让很多好企业变成了坏企业，形成了多元化的投资，形成了甚至把这个钱转出去做那些完全不符合自己，钱太多也惹很多事儿。抵押的当铺思想是不可能来支持未来30年世界发展对金融的需求的。我们必须借助今天的技术能力，用大数据为基础的信用体系来取代当铺思想。这个信用体系不是建立在传统的 IT 基础上，不是建立在熟人关系的社会的基础上，而是必须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让信用等于财富。其实要饭的也要有信用，没有信用连要饭都要不上。我认为这个每个要饭的人都是有信用的。最后，我想今天的世界迫切期待一个真正为未来而思考的全新的金融体系。今天的金融体系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是为了解决工业化而设置的全面的工业金融体系，是完成28理论。什么叫2？为了解决投资20%来解决80%的问题，而未来的金融体系是要解决82理论，帮助80%的小企业和年轻人，来带动20%的人。要从过去人找钱、企业找钱，到转型为钱找人、钱找企业、钱找好企业。评价这个体系的唯一的标准，就是是否可普惠、包容、绿色和可持续。背后的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前沿技术，今天能够担当起巨大的责任。各位，即使在2战以后，当时的人们有这样的远见，为后代、为未来设计了一个很好的金融体系，我们今天有这个责任和思考，为去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未来、属于年轻人和下一代、属于这个时代的金融体系。今天我们不是做不到，而是不去做。今天我们的技术发展让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些，遗憾的是很多人不愿意去做。今天全球的金融体系必须改革，不然不仅仅是失去机会的问题，而是让全世界可能会陷入更多的混乱。创新走在监管前面是正常的，但是当创新远远地走在监管前面的时候，当创新的丰富度和深度远远超过监管的想象的时候，就不正常了。
社会和世界就会陷入混乱。拿数字货币来说，如果用未来的眼光打造30年以后所需的金融体系，数字货币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核心。今天的金融确实不需要数字货币，但是明天需要，未来需要，成千上万的发展中国家和年轻人需要。我们应该问自己，数字货币到底要解决未来什么实际问题？10年以后的数字货币和今天的数字货币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这个数字货币不应该从历史上去找，不应该从监管的角度去找，不应该从研究机构去找，而是从市场去找，从需求去找，从未来去找。这件事事关重大，我们的研究机构不应该是政策机构，政策机构也不能仅仅依赖于自己的研究机构，因为数字货币体系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又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解决未来问题的方案。数字货币可能会重新定义货币，尽管货币的主要功能依然存在，但是它一定会重新定义货币。就像苹果手机重新定义了手机，打电话只是其中的一个功能。数字货币今天远远没有到抢标准的时候，是创造价值的时候，是需要思考如何通过数字货币建立新型的金融体系，为全世界思考未来，思考全球的贸易怎么做，更要思考这世界上应该要用经得起考验的技术这基础上所建立的数字货币，是要真正解决世界贸易可持续、绿色和普惠的问题。所以最后我想说，今天人类社会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千万不要小看这场疫情。这场疫情是倒逼人类社会进步的力量，它不亚于2战。从金融本身来说，从美国不断的向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不断在华尔街股市里输入大量现金，各国都在跟随其后。大家想过后面的结果会怎么样没有？它所带来的巨大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们今天很多人讨论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我们今天对世界的很多的组织机构，也不要仅仅的去反对它，而是一起去重新思考他们今天的价值。无论是联合国也好， WTO 也好，还是 WHO 也好，这些组织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组织我都工作过，打过交道，有过合作，他们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消灭这些组织并不解决问题，我们应该考虑这些组织应该如何面向未来，如何改革，如何重新思考定位。新金融体系是未来的方向，不管我们高兴不高兴，它一定会起来；不管我们做不做，一定会有人去做。未来，我相信改革是要付出牺牲的，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这一代人要做这样的改革，可能下一代才能看到。我们可能是负重前行的一个人，这是历史的机遇，也是历史的责任。过去16年，蚂蚁金服一直围绕着绿色、可持续和普惠发展。如果绿色、可持续和普惠、包容的金融是错误的话，我们将会一错再错，一错到底。谢谢大家。